我怀了丞相的孩子。丞相不知道，只拽着我的胳膊。子成兄，那夜的女子到现在都没找到。哦，我好害怕他哪天突然带着孩子找上门，让我负责啊。我只笑笑，没说话。大家好，欢迎收看达达听书。我坐在街角无人的小医馆里，这个眯着眼的老大夫捏着我的脉，左手把一会，右手把一会，看了看被我用布帛勒出的平坦胸脯和头上竖着的京中最流行的男子发冠，犹犹豫豫地开口：“这位小姐，有种不好的预感，您这是喜脉。”我深吸了一口气，劳您给我抓服药吧。老大夫咂巴嘴，犹犹豫豫，最终点了点头。我无心理会他，满脑子都是那日清醒后的满屋荒唐。谁能成想啊，就那一夜，怎么就喜当娘了呢？造孽啊！我拎着老大夫给我开的这一沓子药就往怀王府走。这打胎药怎么还分这么多服啊？走进怀王府，守门的小厮见我拎着药，多关照了几句：“吕公子可是身体不适？”我心虚得很，哪敢多谈，直说身体不适，跑回了藏贤园。藏贤园是怀王府在外院辟出的一块专供府中幕僚吃住的地方。想我一个16岁的女子，一大把子年纪不嫁人，被送到人家府里当幕僚，和一大帮子大爷大哥同吃同住。这么离谱的事情，全都是因为我那个努力大半辈子还是没生出儿子的爹。我爹是临天县的县令，从我爷爷那世袭来的。对，没错，就是世袭。临天县地如其名，是全天下离天子最近的小县城。都到临天不倒，皇城不乱。自我爷爷20年前在夺嫡之乱中，以民为兵，死守临天，为当今圣上谋取战机，继承大统后，临天县的县令就变成了我吕家的世袭之位。这本是莫大的荣宠，可皇上压根没有想过，这老吕家万一生不出儿子可怎么办？我娘亲和姨娘们勤勤恳恳地努力多年，吕家添了5个女儿，我是那第5女。我出生时，爹爹已年近40，疾病乱投医，我出生没半天，我爹就拄着木杆爬上京城后山，求见高僧善悟。善悟当时只批了我爹几个字：谁道女子不如男？这老秃驴说也不说明白，我爹就纯靠一个意会啊。回到家，3下5除2给我取了个名吕子成。在姐姐们招娣、迎娣、来娣、喜娣的名字之后，子成2字直接决定了我此生的命运。装孙子，继承临天县令之位。姐姐们学琴棋书画时，我跟着文师傅读经史子集；姐姐们绣花时，我跟着武师傅练剑。娘亲和姨娘纵然心疼我，也阻止不了爹爹的大计。直到我14岁时，爹爹半夜里塞给我一份文书和一个包裹。在我娘的骂声里，我被送进了京城怀王府当幕僚。我刚拿着要进屋坐下，就有小厮在园子中放声喊道：“王爷议事，请各位先生移步议事厅。”喊完也不管屋里的人听没听到，掉头便走了。2年来，我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通传方式。这偌大的怀王府里养着100、10个幕僚，王府内光藏贤园这般大的园子就有5、6个。每次议事通传时，这些小厮都像打仗似的赶时间。此次通传，藏贤园应是被这小厮排在了后头。待我和园中的同僚走到议事厅时，厅中人已来了大半，满屋子的幕僚，嘴一个赛一个的能说，整个厅内叽叽喳喳的，吵得我脑壳痛。今天听到这声音，更是比往日心烦的厉害。和同僚们招呼几声后，我便寻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边总要清静些，视野也好，能一下看到院里走来的人。怀王、孟泽先生和李煜。我不自觉地想将手附在小腹上，又猛地惊醒，将手放下。这人怎么又来了？每次来都没好事。怀王很快走进了议事厅，并将李煜引往上座。左相请。天子近臣，少年丞相李煜。今天穿的还是像筷子抹布。李煜坐下后，像是回到自己家了般，托着腮开始巡视四周，在找人。孟泽先生则受了怀王的示意，面对众人阐明今日要议的事宜，没看到李煜的小动作。孟泽先生是怀王的左膀右臂，用我爹爹的话说，孟泽先生堪比怀王重父。他是临天县生人，
直到现在，他的老父母都还在临天县的祖宅里颐养天年。早年间，孟泽先生尚未跟随怀王，受祖老欺辱，险些弃文从武去边城当兵。我爷爷惜才，出钱出力把他推回了文人堆。也正是这份我爷爷留下的知遇之恩，让我今天站在了这议事厅里。想我2年前拿着文书站在怀王府外院偏厅，孟泽先生硬是捏着眉头认下了那封明显是爹爹自己写、自己盖章的文书。我偷偷看过，那份文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吕子成，临天县吕氏34代孙。看孟泽先生的反应，我一直觉得他是知道实情的，但他还是收下了我，并在藏贤园给我安排了一个单间。打那时起，我就觉得这孟泽先生准是个干大事的人。等我回过神来，孟泽先生已经讲完了今日的议事内容。坏了！果然，下一刻就听议事厅上座传来李煜的声音：“子成兄，你怎么看？”李煜与怀王交好，也是这议事厅的常客，时不时就会窝在议事厅的椅子里听怀王府的幕僚吵架。按照他的话说，相府里冷清得很，这地热闹。而每次只要他在，总要问问我的看法，全然是因为我刚来怀王府时，恰逢他来做客。给怀王行礼时，在满地匍匐的幕僚中，我第一个直起身，鹤立鸡群。因为当时年纪小，怀王也没计较，却是被李煜记住了。自打那之后，就时不时点我的名字回答问题，我知这是考校指点之意。可今天我连什么事都没听明白啊！我暗暗懊恼地做了一禀王爷、丞相、子成，暂无想法。话音一落，李煜、怀王、孟泽先生和议事厅内的所有人都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往日每逢李煜来时，我总要出风头的。因着爹爹剑走偏锋式的培养，我从小就在临天县的地头看多了百姓的吃喝拉撒，所以这2年的幕僚生涯，还是帮怀王解决了不少接地气的问题。尤其是李煜来时，我还总能恰巧地想出那么1-2个亮眼的点子，被他点名后在议事厅里高谈阔论一番。今天我的反应有些出乎众人的意料了，我低着头不再言语。孟泽先生则是圆滑地接过场子，点了其他幕僚的名。整一个下午，李煜托腮窝在凳子里没有说话，我也靠在窗边听着众人议事。大抵听明白了，是皇上不满今年的粮税数额，想要记天下耕地数目以征税额。是个好事，但落在谁头上却是个扎扎实实的苦差事。皇上尽管要做这事，自然坚信目前的状况是地多税少的。这但凡查出数字对不上，哪个州府偷偷克扣了税额，那定又是一场血雨腥风。光是在怀王府的这2年，我也算是明白了经上的一些处世哲学。但凡是这些得罪人的活，怀王作为圣上妖帝，第一个跑不了；李煜作为圣上宠臣，第2个跑不了。今日这事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大事了，怎么议都没议出个可行的法子。孟泽先生只得散了众人，说改日再议。我落在众人身后，慢悠悠地走出议事厅，却见李煜已在门边。你今日怎么魂不守舍的？我没驻足，越过他，没休息好。他十分熟稔地跟了上来。自打从番邦回来，我下了几道帖子找你，怎么一次都没来？走过长廊，近日事忙。李煜本想抓住我的胳膊，但犹豫了一下，急走几步拦在我的身前。左右观望看四下无人，那夜的女子到现在都没找到。哦，合着就我一人着急啊。我默默地看着他，你觉得呢？按理来说，若不是我身在局中，该着急的本就该是他李煜一人啊。李煜一滞，抬手捂住眼睛。我好害怕他那天突然带着孩子找上门让我负责啊。我只笑笑，没说话。他却还是没有停下的意思。万一是个番邦女子，万一真有万一，那还是个混血。我深吸了一口气，按了按突突直跳的太阳穴。李煜少年成才，被圣上钦点为相，被百姓们传得神乎其神。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李大丞相在皇上青睐、家人宠爱下长大，纵使在堂上再怎么威风，搁在朋友身边也不过是个还满怀少年心性的显眼包。而我更是见过微熹晨光里熟睡的第3副样子。我晃了晃头，
把那不得体的画面晃出脑袋。你该找魏齐，这事他比我通透得多。魏齐是当朝魏大将军的小儿子，武状元出身，对这些儿女情事好像手到擒来。他怎么会比你通透呢？李煜急道。我皱着眉，纳闷地看着他。李煜吸了吸鼻子，我的意思是，你当晚就在我隔壁啊？是啊，我就在隔壁。如果不是你大半夜把那番邦的武技赶出门，我也不会被吵醒。如果不是你腰力发作碰倒了桌椅，我也不会因为担心走进你的屋子。如果不是你醒来后怕着急返程，我也不会找不到机会寻医馆喝上一碗避子汤。连赶3天路回到京城，黄花菜都凉了。天天求菩萨拜佛的，这孩子还是来了。越想越气，我也管不了丞相的榻上是不是？说完绕过他走了。我说你怎么还生气了啊？这回他倒是没追来，但我也顾不上他了，现在处理了这孩子才是当务之急。我在城外寻了处宅子，我不知道女人落胎什么样，这万一喝了药腹痛什么的，忍不住喊出声，园内的同僚冲进屋看到了，这可怎么解释？饶是我在怀王府历练2年，已能有些城府了，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还是有些慌了神。向孟泽先生告假时，孟泽先生还特地关照了我几句。自从陪左相出使番邦回来，就觉得你整日里魂不守舍的。是在番邦发生了什么事吗？可是和左相在外起了局语。孟泽先生这2年全然将我当做了自家的小辈照拂，我心中感激，但有些事只能烂在肚子里。我一个字都没说，只说离家久了，想回家看看。见我不愿说，孟泽先生也不问了，只是准甲之前还是问了问我对耕地巡查的看法。这是复杂，我今日心乱，也没全然想明白，只说了一下简单的设想。户籍、赋税、征兵、进贡，都是从老百姓到皇城根。国有州府，府有镇县，县有乡里。4家为邻，识数者任邻长。5邻1保，识文者任保长。5保为里，能者任里长，层层设章，文书上报。孟泽先生点点头，想法虽还略显稚嫩，但也有可取之处。我向孟泽先生敬了一揖。孟泽先生叹了口气，平日里山水不露，左相不来，那议事厅里就像没你这个人一般。子成，尽管你和你爹爹的路早些年就都被你爷爷定下了，但人生一世还是得争啊。我有些迷茫，每每同样的话由孟泽先生说出来，就总觉得是说给我这副女儿身听的，而非是说给吕子成。孟泽先生挥了挥手，让我退下。我也不再犹豫，这些话都可以后面慢慢品。肚里这个可是1日都脱不得了。我给我爹去了封信，把该圆的谎圆了一遍，说怀王暗中派我行事，只跟府内人说我回家探亲。我反复叮嘱他，无论谁人问起，都说我在家，别让家里人说漏了，还让他差人将事件给我送来，助我一臂之力。我还是怕死，不敢一个人埋头在屋里喝药。如果这世上一定要选一个人知道此事，那我选是剑。这丫头从小背着我看了不少话本子，我相信这些活像话本子的狗血事情，事件接受起来要更快些。信送了出去，万事俱备，只等事件来寻我了。隔天，事件没到，丞相府特制的印花贴又来了，是李煜的侍卫亲自送到园子里的，大有去也得去，不去也要把我绑去的意思。我叹了口气，跟他一起出了怀王府，没去丞相府，倒是去了往日常去的茶楼。上了2楼，一进门就看到李煜和魏齐一人一边瘫在榻上，一个2个全是举国皆知的少年英才，怎么天天就像没骨头一样？今日又有何事？我可是有大事要忙，懒得在这里哄他俩玩。魏齐抬了抬头，你最近忙什么呢？个把月都没见着你了。李煜看着我没说话，直直看着我，大抵是和魏齐同一个意思。我毫无感情地回视他，你以为罪魁祸首的是谁？我慢悠悠地坐在榻边的椅子上，端起早就倒好的茶抿了一口，这茶倒是……话还没说完，窗外传来一阵破空声。我也不是头回见这镇长了，若说我能与他2人结缘，这也亏了2年前在此间茶社的一场刺杀。我出来京城，
好不容易寻了空闲出来街上逛逛，在楼下喝茶时偶然遇到李玉。魏琪那日迟来了片刻，李玉认出我，便把我喊上楼解了会闷。当魏琪赶来，我正打算告退之时，数支箭雨从窗外明晃晃地朝着李玉射了过去。我自幼也是和武师傅练了箭的，不说武功高超，也算耳聪目明。看着箭往李玉身上射，下意识地将李玉往旁边推了一下，没成想魏琪抽剑上前，将箭雨统统拦下，箭没伤到人。李玉却被我猝不及防的一推，推下了榻，摔了个狗吃屎。我当时都已经开始打腹稿写绝笔信了，但好在李玉明事理，知我好心，就在魏琪的嘲笑声中成全了这一场不打不相识。事后他们二人还会常来这间茶室喝茶，也总会捎带上我。这偌大的窗户也很适合行刺，总是喝着喝着茶，飞点飞镖暗器进来。我问李玉为什么不换个安全点的地方，李玉说在这只有一扇窗，让魏琪坐窗边就行。我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所以今天听到声音，我连动都没动。倒是李玉警惕地看了一眼我，生怕我再猛地推他一下子。我朝他翻了个白眼，懒得理他。但渐渐的，我感觉有些不对。往日里的刺客只朝着这窗内射几箭，便会被四周的丞相府府兵拿下，而今日里这箭已经射了第3波了。李玉也觉察出了异常，从榻上坐起身，屈起腿望向窗外，箭随即又射了过来。魏琪再次挡下箭雨，但明显要比前几次吃力得多。魏琪松了松被震得发麻的手，虽然不太爷们，但我觉得咱们可能得跑了。我早已站起身，看到李玉还安坐在榻上，气不打一处来。别愣着了，走了。我上前抓着李玉的衣服，就把他往外拽。哎，子成，子成，慢点，子成。魏琪护着我们走到了茶楼门口，涌上来一群黑衣人。好家伙，跟李玉、魏琪在一块待久了，真是什么阵仗都能见到，光天化日之下，当街都能刺杀了。黑衣人冲上来时，魏琪挥剑斩了一个又一个，李玉带的几个侍卫也挡在前面，但对面人太多了，总有那么1、2个落网之鱼，越过魏琪和侍卫冲向我和李玉。我自认为我比李玉强点，所以在黑衣人冲上来时，我把李玉往身后一扒拉，刚想跟来人过上几招时，李玉拽着我的胳膊往后一拉，然后一脚踹上了黑衣人的胸口。眼见那黑衣人倒地捂住胸口直打滚，站都站不起来。好家伙，你练过？李玉嘴角抽了抽，我好歹也是个男人。这话什么意思？丞相不是个文官吗？来不及细究，对面的人越来越多，冲到我和李玉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多。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总想以我毕生所学招呼招呼这些刺客。可每当我迈出一步，李玉就把我拽回身边。你那2、3下花架子，消停待着吧。我刚想反驳，余光便看到有那机灵的刺客翻上2楼，从楼梯上下来，走到了我们的背后。眼见那刀要劈到李玉身上了，我搬起脚边的凳子就砸了过去，砸偏了黑衣人手里的剑。那黑衣人为避免被砸到要害，也闪了下身。这一闪，近到1寸，竟朝我撞了过来，撞得我眼冒金星，直倒进李玉怀里。李玉忙问我有没有事，我没事，但可能肚子里那个有点事。不是吧？不会在这个场合吧？我忍不住捂了捂肚子。李玉见状脸色一变，扶着我的手不自觉递上了力道。我甚至觉得李玉要把我箍死了。魏琪！李玉厉声喊了魏琪。魏琪一回头看我白着一张脸，被李玉扶着，还以为我受伤了，急吼一声，手下的刀挥得更快了，肚子里的锐痛一阵一阵的。我腾出劲，让李玉松些手劲，撒开吧，死不了。李玉没松手，反而咬牙切齿地喊了我的名字，吕子成。越来越疼的，渐渐的，我有些直不起腰。我弯下腰的下一秒，李玉左手捞起我，右手翻转，从刺客手中夺过一剑。不止我呆了，我甚至觉得周围的刺客都愣了一瞬。就这样，李玉护着我向外走，魏琪也紧跟上来，护在我们的左侧。走出茶楼的门口，便看到我们的人从街角赶了过来。一群废物！
这话声音不大，在大家都忙着打架的时候，也只有我能腾出空听了。李煜今天怎么这么暴躁？支援到了，这乌泱泱的刺客也很快就被制服了。就在我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咬牙忍痛向李煜为其告辞，说我先行一步的时候，李煜扳住我的肩，近乎是用吼的：“别胡闹了，行不行？”我只记得他眼角泛红，因气急，胸膛剧烈的起伏，寻许太医来。然后我就疼晕了。爹爹，坏了！瞒不住了。我睁开眼时，天已经黑了。我在丞相府主院的床上睡了大半日了。事件告诉我，但凡现在开门向外看，院墙外边但凡少于10个婢子，他的名都能倒着写。但我已经腾不出心思关心这些了。天都塌了。事件鬼鬼祟祟地凑在我身边，跟我说他是在街上被捡回丞相府的。当他被带进屋时，一个老太医正巧在向李煜汇报我的病情，2月有余，胎相不稳。就在他以为自己走错地的时候，他看到了在床上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身上只穿着里衣，裹胸部也不见了。我昏睡的这半天，事件半看半问，理清了不少事情。我就知道事件接受起这件事情来会很快。在我醒来的第一时间，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关心我几句，就问我：“主子，孩子是谁的？”问得太好了，这孩子是谁的才比较合适？我还没来得及给孩子选出一个合适的爹，李煜便走了进来。我靠在床边，胸前没有束缚，很不习惯，不由自主地把被子往上提了提，盖住了上半身。李煜摸了摸鼻子，坐在了床边。我下意识向后一挪，头发也随着动作从肩上滑下。束发早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拆了下来。躲什么？李煜瘪了瘪嘴，小声地嘀咕。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奇怪的氛围。晕倒前的事，我也不是全无印象的。一想起李煜的那副样子，我还觉得心口阵阵发麻。清了清嗓子，我还是先向他道了谢。我在他的床上躺了大半日，这半日里，除了那个老太医，其他人都被勒令不许进到院子里来。这显然是李煜特意交代过了，想帮着瞒上一瞒。身子还有不舒服的地方吗？我摇了摇头。今日晕倒，我还一闪念，可能不用吃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压根没想到，疼也疼过了，罪都受过了，怎么这孩子还在？合着那几副药还是得喝。屋内陷入沉默，没有人出声。我甚至听到了事件站在几丈外抠指甲的声音。我并非有意骗你们，我原想解释一下，但李煜好像有些心不在焉。没事，挺好。我皱了皱眉，他在说什么啊？他后知后觉地缓过神来，瞄了眼事件，轻咳了一声，倒是难得见他斟酌言语的样子。那个许太医说2月有余，按这个时间算，也是。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足够他理出头绪了。我本该辩白的，可听他这般直说，我的脑子全然是一团乱麻。我会负责的。声音不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事件闻言吸了一口冷气，声音也不小。我逼迫自己冷静下来，努力控制着嗓子，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心虚的声音。不是，不能认，认下了算什么？为了吕家，我已经作为男人活了16年，将来我更会为了吕家作为男人活20年、30年。这孩子是个意外，是回京后才有的。事件又吸了一口冷气。你能不能出去？李煜弯着唇，倚在床的另一侧，意味深长地说：“啊，回京后，回京后。”我还在努力动脑子思考该怎么圆比较好时，事件瞪大了眼睛，尖着嗓子：“主子，难道是表少爷？”我愣了，李煜嘴角的笑也僵了。表兄前些日子来京城办事，确实顺路来看过我，甚至于这是李煜也是知晓的，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是剑啊，是剑，你不愧是你，我此生不可多得的左膀右臂。我说服自己，顶着浑身的鸡皮疙瘩，应下了。李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笑了。他咬牙切齿地喊了我的大名，猛地坐起身向我这边靠，我背靠在床头，退无可退。怎么办？心慌得很。但还没等他说话，有人站在院外大喊：“丞相大人！”这男声有些尖，
一听就是宫里的人。李煜不耐烦皱了皱眉，带着些脾气起身开了门。估摸着来人有点分量，李煜终究还是忍着气，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跟着那公公进宫去了。走之前，他还特意警告我，让我在这院中好好待着，一切等他回来再议。一时之间，我还真被他唬住了，直到歇了半宿才反应过来，我在这院中待着干什么？养胎吗？天刚擦亮，李煜还没回来，我带着事件马不停蹄地跑回了怀王府。难得一大早藏贤园里连个早起晨读的人都没看见，倒是方便了我取药。我拎起那老大夫给我开的一沓子药，带着事件又马不停蹄地冲进了我事先在城南安排好的小院里。当我把药亲手交给事件时，事件犹豫了，问我当真要落了这个孩子吗？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居然是李煜的脸，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熬药。可事件又问我，话本子都是一碗汤下去，孩子就没了，为什么我要喝一打？管他几副，喝就是了。总归是正经医馆开的药，喝了几碗药下肚，我看着空空的药碗，心里也有些空落落的。这出闹剧总该结束了。今天起，我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并没有。直到我在家宴上因为一道红烧鲤鱼吐了半天酸水，才想起大姐姐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生活的不仔细就是会吃亏。事发第3天，我做贼心虚地跑回了家，在县令府的净房抱着盆大吐特吐。你说我这像是吃坏了肚子吗？您指定买着假药了。奴婢当时就觉得那药不对，那为什么那天我肚子疼了一整天？门外娘亲一直很关心我只敢说自己吃坏了肚子。缓了口气，我走出净房，门外乌泱泱站着一大群人，我的爹爹、娘亲、姨娘、姐姐，大家什么也没多问，只关照我，让我近日多吃些清淡的，养养肠胃。深夜我没有睡，一直等在窗边，果然等到了爹爹。他带着家中的姨婆婆敲响了我的房门。姨婆婆是临天县神医的女儿，当年是她接生的我，后来被我父亲重金请在府中，成了家医。约莫着是心疼我，小时候生病时，她给我熬的药总是甜的，所以我小时候很喜欢姨婆婆。姨婆婆将手搭在我的脉上，探了又探，不多时，露出了诧异的眼神。娘亲也前后脚地赶了过来，想来是得了信，放心不下。趁着娘亲一进门抱怨爹爹的功夫，姨婆婆向我这边靠了靠，低着声诧异地问我：你想留？什么意思？我还没缓过神来，姨婆婆便缩回了身子。转头一看，娘亲已撒开了爹爹。她走到我身边，抓起了我的另一只手，只问姨婆婆我是否有恙。姨婆婆心疼地看了我一眼，没敢瞒着。回夫人的话，小主子已有2月的身孕。沉默，良久的沉默。我今日的反应本就令人起疑，但听到姨婆婆肯定的答复，爹爹和娘亲还是愣了半晌的。直到反应过来，爹爹抱起摔了我一套茶具，在屋里踱步了几圈，深吸了一口气，说：我和娘亲一起坐在榻上，没言语。这一幕反倒是给事件吓得够呛。那话本子里的故事多的是家里婢女被打得半死卖去青楼的桥段，所以事件自小就怕极了我爹爹。我爹爹看着事件长大，多少也知道点其中缘由。正因此，平日里他待事件也远比待他人要和善得多。今日当真是气急了，他指着事件厉声道：你说。事件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这一跪，我们一家3口吓个够呛，险些没给我爹爹吓退了火。我和娘亲刚起身要去扶，便见事件将头一扣，哭得撕心裂肺，还边哭边喊：回老爷，是表少爷。不是。我看着爹爹和娘亲震惊的眼神，真不是。无论我多努力的解释，爹爹娘亲都不相信这是和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姨婆婆，劳您给我开服药，快让我喝药吧。小主子，您现在还不能喝那种药。爹爹娘亲一起看向姨婆婆，小主子的脉象虚浮中带着药劲，想来。姨婆婆左看看右看看，最终将视线落在我这，想来是刚用了保胎药，此时用猛药落胎太伤身，怎么也要缓上些时日。
我好像有些耳鸣，不由得有些迷茫。他说了什么？吃保胎药？我吗？我娘亲愣了愣，然后开始放声大哭。这一夜，我家乱了套，说不明白了，太乱了。李玉，我能不能回去？昨天夜里，我安抚爹娘，安抚了大半夜，还和姨婆婆花了大半个时辰才理明白，那日吃的那一打子药，约摸着却是保胎药。腹痛也好，落红也罢，都是被撞的胎相不稳，全靠我几副药喝下去，硬生生给孩子保住了。照姨婆婆的话说，这么虚的脉象都能保住，这方子当真是不错，这大夫也定是个大医。大姨他奶奶个腿，我明天就要回京城手刃了他。第二天一大早，别说我了，狗都没醒呢，李玉就来了。我感觉自己刚闭上了眼睛，就被事件晃醒了。事件也明显没睡醒，打着哈欠告诉我，丞相大人在花厅了，爹爹让我抓紧过去。爱谁来都不好使，管他什么丞相大人。猛地，我的瞌睡全不见了，一个猛子翻起身套上衣服，我迈开步子就往花厅跑。事件在后边追我，边追还边喊，让我慢点。跑到花厅，我就看到李玉坐在上座，冲我呲着牙笑，而我爹爹挂着黑眼圈，捧着热茶陪坐在一边。我连气都没喘匀，在我爹爹迷茫的眼神下，拉起李玉就往外走。李玉也没挣扎，乖乖地被我拉着，慢点。他甚至还不忘腾出空，回头向我爹爹道了声施礼。刚出花厅，李玉就拽着我的胳膊轻轻一蹬，我立马被转了个方向，扑进了他怀里，说了慢点。这人绝对偷偷练过。事件这时才踏着小碎步追了过来，我赶紧退了2步，看着李玉，压低声音，生气地问他来做什么。我生怕他和爹爹整个坦白局，语气也就不由得有些急了。李玉愣了愣，有些委屈，我什么都没来得及干，就被你拽出来了。我一噎，但也放下了心，转身就向院子走去。李玉跟在我身后，又让我慢点走，只说他跟不上，怕他再整些幺蛾子。我压下心头的邪火，猛吸一口清晨的空气，一步一步地走回了院子。主子，您只等他，不等我 QAQ。李玉跟着我回到院子，好奇地东张西望。你别说，这院里收拾的正经还挺像男子住所。我凉凉地瞥了他一眼，他抿了抿唇，闭嘴了。我带着李玉坐进了书房，事件给我们泡好了茶后，就躲到院里打盹去了。李玉也窝在椅子里，捧着茶杯，眉眼中也透着一丝倦意。这个时辰到临天县，那银时就得从京城动身。我俩面对面打了个哈欠，我忍不住道，都挺困的，要不我们先去休息一下。李玉看向我，我觉得右眼皮跳了一下，个休息个的，越解释越奇怪。他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我有些恼。好在我发飙之前，李玉收了声，不歇了，中午还得赶回去。那还跑来临天做什么？李玉说怕再来晚点，他儿子就要被我嘎了。说了多少遍，这孩子不是。没事，就当我捡漏。我懒得理他，撑着头靠在椅子里闭目养神。见我不说话，李玉自顾自地说起这2天的事。魏齐南下了，我皱了皱眉，瞌睡一下不见了，直起身听李玉讲。南方起了大疫，当地官员欺瞒不报，与京城官员官官相护。等消息传到皇上耳朵里时，疫病已起3月有余。朝廷紧赶慢赶派了几批钦差大臣，带着太医去了南方。可惜前面拖了太久，后面再来补救，杯水车薪。别说好转了，疫病甚至有了扩散之势。赵李煜进宫的那晚，更是从南方传了急信回来，民乱已起。没日没夜地研究了2天，皇上决定再派一批人去，这回不只要带着民间的神医，还要带着军队。魏齐也在带队的名单之上。且不说疫病发展数月有多危险，但是带着军队前去这件事，本身就会被天下文人口诛笔伐。人祸，李煜是这么说的。魏家一门3将都被牵扯进了党争之中，而魏齐这个年纪最轻却中了5状元的魏家子，已经被朝中几派视为继其人了。想到魏齐平日里混吃等死、与世无争的样子，再听到笼罩在他身上的诡策，我不由得有些难受和无力。
我看向李煜，那李煜呢？李煜作为怀王挚友，又岂会独善其身？干嘛这么看我？更让人放心不下的是你。我们都没想到这些事会这么快的被摆到明面上。魏家上护不住魏齐，你一直留在临天有害无利。我是怀王府一个小幕僚没错，但我与李煜、魏齐交好，这在怀王府也不是秘密。我与李煜同去藩邦，更是朝中人亲眼看到的。尽管尚未参与他们谋划的大事，但我早就被朝中人打上了怀王一党的标签了。李煜有些内疚，把我扯进这些事情里，但我却没这样想。离家后的这2年是我此生最洒脱的时候，而这都是因为李煜和魏齐。没道理他们优待我，我还要反过来埋怨他们对我太好。更何况党争一事，这朝野上下都是躲不开的，何况临京最近的临天县呢？若当真想置身事外，爹爹当初也不会把我送进怀王府。要是我爹爹知道我被华大家画在怀王麾下，没准还要烧个高香，多谢祖宗们保佑呢。唯一可惜的是，这一切在我还未有一搏之力时，就早早的发生了。我一无官身，二无财权，三没篡位，我爹继承临天县。现在除了出些主意，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可以做些什么？我认真地询问李煜。李煜眨了眨眼，跟我走。我的满腔热血正是激愤之时，去哪？李煜撑着下巴，到我府上当幕僚。从来没听说过左相府上征幕僚啊。这不是最近太忙了吗？还是得招几个帮我动动脑子的，你当头一个吧。呵呵，我告诉他我不会一直留在临天，下个月我把一切处理妥当了，就会回京城，回怀王府。至于处理的是什么，自然是肚子里的这个。我说了我该说的。屋内一时陷入沉默，窗外廊下传来事件的鼾声。那我怎么办？光顾着听事件打鼾，这句话我听得都有些不太真切。什么？转头就看到李煜哀怨地看着我，要再邪乎，那天晚上我也不是死了。早上一睁眼人都没了，再见了你，你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搞得我一度以为是我做了春梦。李煜记得那晚的事，其惊恐程度不亚于我发现我肚子里有个孩子。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跑，这人与人之间太过了解了也不是件好事。我才刚站起身，李煜很有先见之明地伸手拉住我的手腕。李煜好像不打算和我绕弯子了，红着耳朵说，我早知你是女子，也心仪于你。那夜虽非我所愿，但也幸好。话还没说完，我打断了他，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女子的？李煜黑着脸，能不能听人说话？情绪猛地被我打断，李煜也说不下去了，开始跟我解释起来。在他看来很简单，因为我从来不和他与魏齐一起尿尿。有了疑点之后，很多细节就会被放大。比如无论多早去议事厅，我连眼睛都睁不开的时候，下巴上却连胡茬都没有。比如打闹时，魏齐护当我护兄。爹爹说的对，惹谁都不要惹文人。何况李煜还是个年轻的文人头子。李煜见我不再追问，调整了一下，硬着头皮把话题往回扯。那如果那天晚上不是我，你还会冲上去吗？什么叫冲上去？但就事论事，如果那天晚上不是李煜，爱谁谁，我管他是死是活。但我始终觉得，这是我身为兄弟所应该做的。如果那晚隔壁的是魏齐，你会这样做吗？手腕被握得有些疼了，我挣扎了一下。如果是魏齐，我会吗？把那晚的声音想象成魏齐，把醒来时看到的脸想象成魏齐，真他娘的不舒服。我忍不住露出便秘的表情。李煜开始笑了，笑得很臭屁。你看，你分明就是喜欢我。你看，你分明就是喜欢我。这大半个月，只要我一放空，李煜的这句话就会不停地往我脑袋里面钻。我总觉得李煜把诡辩的那一套用在了我身上，我都被他绕进去了。我晃了晃脑袋，强迫自己看书。那日我没跟李煜回京，李煜也没异议，留了2队丞相府府兵护着县令府，就只身赶回了京城。临走前，他收了以往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如果我都想明白了，还是坚持要落孩子，那他也尊重我。只要是你思考过后做的决定，我都支持你。总归你还小，本想徐徐图之便是。
这都说的是什么话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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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把书拍在桌上，后背就是往椅子里一砸。哎呦，您可慢点！一婆婆在院里朝我喊。我透过书房的窗户，看到一婆婆走了进来。小主子，县爷命我来给您把个脉。一婆婆把着我的脉，说明后天就能吃药了。我应了一声。一婆婆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叹了口气，往主院去了。夜里，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摸着平坦的小腹，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感觉就像8岁那年娘亲偷偷给我穿裙子，后来那条裙子被爹爹发现了，烧掉了。但事件偷偷告诉我，那天爹爹看我哭得不行，半夜偷偷跑来给我擦过眼泪。时过境迁，事件现在已经是个守夜也雷打不醒的大姑娘了。我在榻旁看着事件，站了很久很久，最后给事件掖了掖被子，走出了院子。看到不远处主院书房的灯还亮着，远远的向书房磕了一个头。爹爹，我想试着争上一争，争一个机会。世袭临天县是当今圣上赐给爷爷的荣宠，如今朝中党争渐起，风云极乱，何不趁势而起，争一个女身为官的机会？万事开头难，我花了小半个时辰，才从后院的柴房找到了梯子。为了不惊动下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搬到墙边，踉踉跄跄地爬上墙头，就看到丞相府府兵在墙外抬头看着我。那个能不能搭把手？几个府兵面面相觑，火速给我搭了人梯。客气了，客气了，太客气了。双脚落地后，我向一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府兵借了2两银子，还叮嘱他们不要妄动，什么时候府里乱了，开始找人了，他们什么时候就可以回京了。我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瞧瞧人家这个素质，真该给事件送去丞相府好好学学。揣着2两银子，走了几炷香的功夫，我找到一家亮灯的驿站，买了一匹马。怕半路雪崩，我这一路上把马骑得比驴还慢。看到京城城门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城里路边早已搭上了早点摊子，刚打了个哈欠，我就看到了那简陋摊子里的穿着紫衣的李煜，真显眼。李煜坐在那早餐摊的矮凳上，手撑着头，闭目小憩。他身边的侍卫看到了我，俯身在他耳边轻声通禀。李煜猛然睁眼，向我这边看了过来。我眼看着他眼中初醒的茫然退却后，就剩下纯纯的生气。我手里鞭子提了落，落了提，最终也没挥下去。不敢跑，我跟着李煜上了丞相府的马车。李煜没有说一句话，我全程就是靠一个自觉。太阳还没完全升起，马车里光线昏暗，只能勉强看到李煜闭着眼，在闭目养神。这回了京城的光景，怎么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呢？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饿了。李煜掀起眼皮瞥了我一眼，复又闭上，没搭理我。我不能饿着。李煜深吸了一口气，倾过身子，掀着车帘，吩咐外边的侍卫去买2个素包子。想吃肉的，瘪嘴，没敢吭声。清晨街上人不多，马车行得又稳又快。我刚吃完包子，就到了丞相府门口。李煜脚下生风，直接走了进去，不打招呼，直接回怀王府，好像不太礼貌呢。我硬着头皮一路跟进了主院，直到走到卧房门边，我有些犹豫，直接跟进去，好像也不太礼貌呢。只这一下犹豫，李煜反手一捞，把我拽进了屋。我们就这样一下子穿着沾了朝露的衣服躺在了床上。那个不对吧？这不困吗？李煜的声音哑哑的。挺困。睡觉。李煜放在我腰上的手紧紧地箍了箍。我本想挣扎，但李煜的床好舒服，一躺下就感觉连夜赶路的疲惫涌了上来，眼皮开始打架。罢了，醒了再说吧。等我醒来时，窗外的日头都有些向西了。我裹在被子里，万一又不见了。李煜怎么这么喜欢扒人衣服啊？罪魁祸首倒是穿得齐全，正端着本书，斜窝在榻上。见我醒了，斜了一眼过来。醒了就交代交代吧。大半夜离家出走的心路历程，怎么能算是离家出走呢？我这是奔前程来的。李煜扭头看我，
没明白我的意思。你不是招幕僚吗？他坐起身，看着我，努力绷了好一会，还是没绷住，弯了弯唇。虽然李煜还是因为我大半夜跑路训了我一顿，但也比冷刀子剌肉好太多了。你什么时候去那等的？丑时信就到了。这么早，我朝你府兵借了2两银子，记得帮我还给他。长得慈眉善目的一个大哥。用晚膳时，我抱着李煜名贵的盆栽大吐特吐。李煜一边心疼我，一边心疼盆栽，最后还以不放心的名义让我在主院住下。我住这？李煜那张大床确实挺舒服的。对啊。那你住哪？李煜插住腰，看着我不说话。我后知后觉，啊，你也住这？李煜狠狠地点了下头。一个小幕僚，一个大丞相，就我住哪里的问题，论了半个时辰，最终各退一步，住主院，我睡床，李煜睡榻。榻舒不舒服，我不知道，反正李煜这一睡就是3个月。3个月里，我兼职了，不仅要给怀王想方设法躲过朝廷上明枪暗箭，还要兼任丞相府的幕僚头子。全府只有我一个幕僚，但我觉得在丞相府里，我离当丞相就差一步了。基业财产我管，上千府兵我养，从下边收的本子我看，往上边递的本子我拟，为其那需要的大夫我找，为其那需要的草药我买，买不到的我想方设法的往回骗。当我点灯熬油写本子的时候，李煜总是躺在他的榻上看闲书，一度让我觉得除了不用面圣承天子喜怒，我就是当朝左相。感受到了我哀怨的目光，李煜抬头问我，累了，吃不吃东西？不吃，再吃又要做衣服了。这个月初我换回了女装，原因无他，5个月了，女装的裙摆更大，穿上不显，但男装怎么看怎么不像话了。我理了理褶皱的衣袖，约摸着是因为那条被烧掉的裙子。现在穿着裙子时，我总是会想起爹爹。3个月，林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既没有来信劝我回头，也没有人敢来京城抓我回去，甚至于连那2队府兵都至今没回丞相府。李煜不止一次提起要再去一次临天县，被我拦下了。这是我与爹爹之间的默契。等到了就寝的时候，门却被敲响了。能在这个时候敲响主院门的，只有魏齐的信。李煜接了被艾草熏过的信，和我一起看了起来。朝廷的军队又退了20里。这3个月来，疫病并没有被控制住，反而让去镇压民乱的军队感染了大半。为了保全剩下的人，只能一次又一次退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形势并不乐观，魏齐在心里说，不要药材了，要方子，要对症的方子。晚上我失了睡意，翻来覆去吵到了李煜。李煜啧了一声，也没点灯，几步就挪到了床上。自打从临天回到后，我和李煜的相处模式就变得和以前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在我换回女子装扮后变得更加明显。他躺在了我的身边。干什么？睡觉。他很自然地把手放在我的腰上，然后摸了摸肚子。虽然黑灯瞎火的，但我觉得脸直发烫，必须要说些什么，不然心脏跳动的声音会被听到。魏齐娜，睡觉，明天再说。天大地大的事情都不能耽误睡觉。可京城方圆50里，上到太医，下到乡野赤脚大夫，这几个月李煜都拜访了个遍，求来的方子都送去了魏齐娜，连个水花都没见到。我知道李煜肯定也是担心魏齐的，很担心。李煜轻拍着我，我也逐渐被他的平静所安抚，很快进入了梦乡。天还没亮，院门又被敲响了。来人是怀王府的，要不是有天大的事，不会在这个时间直接来敲门。李煜给我披了件衣服，与我一起去了书房。不是好消息，皇上昨夜突起高烧，人都烧迷糊了。太医院忙了大半夜，断定皇上是患上疫病。按理说，疫病在百里之外，尚未在京中传播，在京城中都未有人异常的情况下，身处层层宫墙中的皇上又怎么会染上疫病？只有一种可能，阴谋。疫病并非传不进京城，
只要接触过感染者用过的物品，哪怕远在天边也照样能得。这帮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除了这个消息，来人还说怀王放心不下兄长，已经进宫了。我和李煜不约而同地掐了掐眉心。怀王其人生在皇室，只能说是资质平平。他有优点，就是听劝，养了一府幕僚，身边还有孟泽先生和李煜，这才保得怀王在朝中无忧。而怀王最大的缺点就是重情，皇室中人重情，这足以要了他的命。众所周知，目前疫病无药可医，此次皇上患病，他却第一个冲进宫。且不说容易被皇上传染，性命堪忧，但是皇子们的疑心都够怀王受的了。孟泽先生呢，怎么没拦住？那报信的侍卫说，孟泽先生的母亲摔了腿，这2日赶回临天探亲了。怎么就这要巧，这个时间孟泽先生还刚好不在？事情没那么简单了。我们对视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出事了。刚才还能分析怀王进宫有害无利，而现在只能说怀王中计了。我和李煜在书房坐到天光大亮，事情发生的都太突然了。魏齐在外致意还没有进展，宫里皇上又倒了，这天下猛然间就有了分崩离析之势。恍惚之间，我竟觉得临天县、吕家都变得渺小到让我拿不起。可李煜却说，你回临天县避些时日。这么没自信。不是没自信，是没把握。我又不是累赘。李煜笑得颇为无奈。我知他的担忧，但我也没那么经不起事。局势乱成这样，破局只差一招，找药。药到病除，南方之乱可解，皇城之乱亦可解。都说临时抱佛脚，我可能是遗传了爹爹，事情毫无进展，就忍不住想寻仙拜佛试试。我让相府的车夫套车去京城后山，一如当年心急的爹爹求见高僧善悟，站在后山山脚下。李煜板着脸，你不要告诉我你要爬上去。我撑了撑腰，没敢说话。这山看着确实挺高挺陡哈。我爹爹那个虚弱的小体格子，当年是怎么爬上去的？我一直以为我爹爹能爬上去的山，顶多就是个小土包，得给我丈人逼成什么样了？一个文官，这山都爬上去了。李煜这回硬是没依我，只让我在山下等着。我心想，你不也是个文官吗？你能行吗？怎么总是看不起我？说罢，带着2个侍卫就往山上走去。我就坐在马车上等着，一直等到太阳西落，李煜才从山上走下来。怎么说？李煜脸色论不上好，这秃驴靠谱吗？可能找他不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吗？善悟就说了一句话，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任凭李煜怎么问，都指这一句话，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回京城的路上，我一直在和李煜研究这句话的意思。从我爹爹当年求来的指点来看，善悟的话不可谓不对，对错全在一念之差，但看这字如何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许太医早就跟着魏齐去了南边，对疫病一筹莫展。医婆婆专精女子病，开落胎药在行，治疫病也太不靠谱了。还有谁？还没研究明白，车夫就说前边有当兵的在拦路。李煜只看了一眼就笑了起来，气笑道：这蠢货又被人当刀使，当皇上轰了不成？是太子的人，确实蠢，太急了。在马车彻底停下前，李煜轻轻捏了捏我的手，哎，怎么办？疫病这事好像只能靠你了。又来这套，可我笑不出来。当心，没事，你按时睡觉就成。对面的将领很客气地将李煜请上另一辆马车，看都没看我一眼。我们一路畅通无阻地回到了相府。很显然，朝堂上的人现在还腾不出功夫注意我这样的小喽啰，亦或注意到了，但感觉我的存在无关轻重。我一个人用了晚膳，同往常一样处理了桌案上的本子，看着很多寻药无果的汇报，有些气馁，更多些无力。刚翻开一个新本子，敲门声响了起来，主子，是世健的声音。我急忙起身去开门，你怎么来了？世健见到穿着裙子梳着发髻的我，愣了半天，主子，您扮女子好好看哎。什么叫扮女子？
但我来不及与他论这些。事件一个人大半夜跑来京城，我生怕林天也出了什么事。没事呀，是丞相大人让人把我接来的。李煜，对，那个侍卫大哥说让我来陪主子睡觉。我忍不住按了按太阳穴，我的心境这辈子是追不上李煜了。下车那么会功夫，还安排了这么多事。我带着事件简单洗漱了一下，便熄了灯。黑灯瞎火的，我就像小时候躺在床上和事件聊天一样，问起了家里的事。事件好像很奇怪，反问我家里什么事。我猛地一噎，我私自回了京城，爹爹娘亲什么反应？事件思索了好一会，咬了咬唇，主子，我不能瞒您，梯子是老爷让我搬去后院的，那群当兵的是夫人让我喊去墙外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跟您走，那群人现在还在府外守着呢，说是得了您的令，他们不能妄动。啊，若说这个，老爷确实挺生气，这帮当兵的可能吃了。我愣愣地听了半晌，那为什么要把梯子放在最远的柴房？梯子是木头啊，找木头第一反应就能想到柴房呀。老爷和夫人让我做的隐蔽点，我一心向着您，这不是变着法的提醒您吗？好事件，你有这份心就行了。爹爹有爹爹的计较，他是父亲，更是吕家家主。我不能青天白日大摇大摆地离开林天，却能半夜翻墙回京城做任何我觉得对的事。是爹爹对我的信任，也是爹爹为我留的退路。可我好像辜负了爹爹。我自小在林天县学的治政之策，在大朝堂之上毫无用武之地。我会断得了百姓的冤案，却找不到皇上的疫病从何而来。我能教农户开荒垦田，却解不了怀王皇城之困。我能理清千户税收，却没法帮魏齐找到对症之药。不对口。一想到李煜还身陷囹圄，无力感就会将我淹没。我打小就这样，心里揣着事，晚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事件迷迷糊糊地问我，可是有什么发愁的事？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将前因后果倒豆子一般讲给了事件。主子，丞相大人这么大的官，还是圣上面前的大红人。他说不用担心，那您真没必要担心。至于这药，医婆婆能开吗？那医婆婆说的那个大医呢？大医，那老头，我想起来就恨得牙痒痒。虽然歪打正着让我留下了孩子，但不妨碍这事被列为人生耻辱一大件。这人一看就不靠谱。可事件说，医婆婆是林天县神医的女儿，从小到大见过多少世面啊？这个人肯定厉害的不得了。大医吗？明天我们去看看。一个物件得到的太轻易，就会觉得它不值钱。早前几个月，李煜四处寻医，那些大夫一听疫病，10个有9个都会推脱一番，就是不开方。一来确实开不出，二来疫病为天灾，没人愿意研究疫病，逆天而行会折寿。剩下的那一个就是蒙头一痛响，写着满页的奇珍异宝，只让我们去试。是你大爷。可这老头吴大医不一样，见到我先是客气地打了招呼，姑夫人进来可好？不太好。我说明了来意后，他抠了抠花白的脑袋。我这倒确实有个方子，这方子是50、60年前我师祖爷拿来治疫的药，但年头久了，这回的疫病和先前的未必相同，你带我研究研究，改2味药。这一通话说得像模像样，让我感觉到了一丝不真实。您有药方？早前左相府一直在寻治疫的方子，您没去吗？他舔了舔毛笔尖，看了我一眼。我师祖爷开出这方子的，当年就殒命了。事件在一旁听到这话，不自觉向上迈了一步，刚想发问，被我拦下了。怀璧其罪。我放缓了语气，那您给我，就不怕吗？不怕，你一看就没那么多心眼。这老头真是让人喜欢不起来。半个时辰，他斟酌了5个药方出来。没关系，我们可以试。我递了个很厚的红封给他，银货2器。多谢先生开的保胎药。他看了我2眼，笑眯眯地收了，银货2器。药方被我用牛皮纸誊抄了5份，3份药方连带着方子上的药材，分3路送去了南边。1份让府兵陪着事件带着回林天。可是丞相大人让我。谁是你主子？事件咬住嘴唇，您。最后1份缝在贴身的衣服里。
事件刚动身没2刻，就有2队人马围住了左相府，为首的正是昨天请走李煜的那个将领。末将沈衙奉太子之令，请姑娘移步东宫。话说得很客气，但人很粗鲁。没过多久，我就被带到了一个宫殿。我想看一下四周，步子不由变得慢了一些。而沈衙手下没个轻重，殿门一开，只把我往里拽。拽完不说，还有些习惯性的要将我往地上甩。肚子确实有些限制到了我的发挥。我正想努力站稳，就撞进了来人的怀里。这么紫的衣服，是李煜。李煜沉着脸，一手搂着我，一手丢了玉佩出去，砸中沈衙的腿窝。沈衙跪地之时，李煜又上前2步，踢出沈衙腰间的长剑，就夹到了他的脖子上。我还没反应过来呢，李煜已经把人收拾利索了。左相息怒，左相息怒。我这时抬头才看到，殿里稀稀疏疏的坐着10几个人，有怀王，还有很多大爷。看这官袍的制法，应该都是朝中的股肱之臣。他们此时都又震惊又紧张地看着李煜，生怕李煜一个激动，在这把人拉了。跟李煜在一块，真是什么事情都能遇上哈。我吸了吸鼻子，轻轻压了压李煜拿剑的手。李煜凉凉地看了我一眼，紧紧圈了一下我的腰，扔掉了剑，对着沈衙滚。沈衙虽然看起来很不服，但他也知道此时此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灰溜溜地走了。李煜带着我坐到了叔叔大爷们中间，怀王很亲切地跟我打招呼：“子成啊，有日子没见了。”恍如隔世啊。我客气地笑了好一会。是啊，您冲进宫以后，确实就是好几日没见上了。打完招呼以后，店里又陷入了沉静。李煜也闷着不看我，怎么又生气了？我捏了捏他的手，李煜也没看我，就用他的手包住我的手，大有让我老实一点的意思。没人说话，就这么坐着。他们不会就在这坐了1天1夜吧？今天晚上不会就在这坐着了吧？我正想悄悄问李煜呢，宫殿的门又被打开了。沈衙去而复返，身前一步还走着一个穿明黄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太子，这沈衙是回去告状了吗？果不其然，太子站住脚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左相大人还是个练家子。”店里的人都没起身，除了怀王。怀王早早的就站起身迎了上去。他从小和魏家那个小儿子撒泼打滚长大的，随便教他2招都够使了。太子理都没理怀王，李煜没理太子，这多尴尬。太子将眼神从李煜身上转到了我这边。吕姑娘很特别，也难怪会摘得左相芳心。他悠悠的道。李煜瞟了他一眼，歪在椅子上，树下观鱼盾，殿下到底想做什么？请大家来东宫做2天客而已，还能做什么？说罢，走到我和李煜的面前，微微俯身，轻声道：“孤还给魏家那小子留了个孟泽呢，让孤要看看被你们传得神乎其神的孟泽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说完就仰天大笑，带着沈衙走了。这太子好像看了不少戏本子。我看了眼李煜的表情，果然一脸这人有病吧的样子。殿后边有一张软榻，只有1张。在我来之前，这群叔叔大爷谁也没好意思说要躺上一躺。可李煜脸皮子厚，谁也没管，带着我就往榻上一躺。我带着他的手放在腰间，摸到了缝在衣服里的牛皮纸。李煜深深看了我一眼，拍了拍我的腰，睡觉。李煜就是有这种能让人安心的气质。我毫无障碍地开始在这座宫殿里大睡特睡，足足过了7天。这7天，叔叔大爷们也不端着了，以柱子睡，拼桌子睡，怎么舒服怎么来。但也好脸面，没跟我这个姑娘来抢榻。当女人真好。我下午刚跟李煜开完笑，不能把孩子生在这了吧。晚上在大家睡后，后殿就走进了一个身着锦衣的人，长得还很好看。李煜冷着脸喊我回神，让我拿药方。我听话的解开外衣，想把药方撕下来。李煜赶紧站到我身前，挡住锦衣公子的视线，生气的低声喊我大名：“吕子成。”那锦衣公子也急忙转头：“那个男人当习惯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李煜把带着我体温的药房交给那锦衣公子。
能明显感觉到两人神色有点僵硬。你们这样，我很尴尬，好不好？那锦衣公子收下药方后，还是十分郑重地向我行了个大礼。我很局促且不熟练地回了个女子礼。李煜捂着脸不忍直视，赶紧将人送了出去。直到将人送走，李煜才告诉我，锦衣公子是当朝六皇子，今夜来找我们要药方，定是为齐那传来了好消息。这药方有用，这是几个月来最好的消息了。我开心地睡了。第二天一大早，太子衣服都没穿好利索，就迈进了宫殿的大门，不顾前殿睡得七扭八歪的大爷们，直奔我和李煜。你给魏琪寄的方子在哪？太子急了，要不是李煜拦住他，他都快凑到我脸上了。看这模样，不知道是从哪个女人的床上刚下来吧？确实没有六皇子像样。你色误事啊！方子，别装傻，你给魏琪邮的最新的几副方子在哪？左相府近几个月邮到南边的方子，没有100也有80。殿下不妨到丞相府自取。他刚想越过李煜来抓我的胳膊，前殿就传来大爷们行礼的声音。参见六皇子殿下。太子愣住了。我笑盈盈地看着太子，蠢货，晚的不能再晚了。魏琪的信传不回来，但南边的形势不是秘密。六皇子聪慧，见南方形势乐观，当机立断寻了过来，讨要药方。李煜是纯臣，没道理圣上宠信他，他还急着站对皇子。但李煜喜欢聪明人，六皇子第一个来了，那药方便给六皇子了。昨夜带走的那副药方，没过半个时辰就入了皇上的口，不说能让皇上立马生龙活虎的下地，但总归退了烧，不迷糊了。皇上一清醒，第一个要收拾的，自然就是眼前这个给自己写了不少细本子的太子了。六皇子端着圣旨，领着禁卫军押走了太子。押去哪里？自然是去圣上面前谢罪了。六皇子安抚了前殿的一众古宫之臣，直言这些日子受的罪，皇上都知道了，定不会让大家受了委屈。他看向我和李煜，轻点了点头，然后疾步追了出去。也是，这么重要的时刻，可不能光顾着收买人心。我都想跟去看了，可惜只能跟着李煜灰溜溜地回了左相府。一回到主院，我和李煜立马洗了半个时辰的痛快澡，各洗各的。活过来。李煜接过帕子帮我绞起头发，我自己绞。李煜没理我，就固执地帮我绞着，绞干了不说，还笨拙地给我梳起了发髻。我很不安，这是干什么？李煜忍不住笑话我，你怕什么？这么反常，能不怕吗？院外管家喘着粗气跑了进来，爷，圣旨，宫里来圣旨了。太突然了。我干干净净地跪在左相府正厅，李煜湿着头发站在一边，前襟都打湿了。我忍不住多看了2眼，晦涩的圣旨压根都没听明白。李煜给宣旨的公公塞了好大的一颗金骡子，那公公也上道，对着我说了一大堆漂亮话。恭喜大人，贺喜大人，您可是咱们朝上出的第一位女县令，当真不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定是会被载入史册的。我呆呆地看向李煜，这就成了吗？李煜挑挑眉，成了。送走了公公，我捧着圣旨看了又看，确定自己没做梦，我跳起来就往李煜身上蹦。李煜手忙脚乱地接住我，我篡位成功了！啊啊啊啊啊啊！当个县令就那么高兴？你不懂，就因为我为圣上，为朝廷寻到了那副能治一病的一副药方，困扰吕家几十年的难题迎刃而解。更甚至于，不止我这一代，从今往后吕家世世代代的子孙，无论男女，能者居临天县令之位。当我穿着女裙带着圣旨回到临天时，全家上下压根没人搭理我，只顾捧着圣旨一顿感叹，连李煜都插不上话，只在一边捅我，帮忙说说话啊。说什么？那官都当了，咱俩的正事也得办了啊。什么正事？吕子成，卸磨杀驴啊！看你表现吧，生活都在向着希望的样子变化。卸下了男子束发和衣袍后，我给吴大衣送了块左相题字的牌匾，
给善道重新铺了山路，还在圣上的旨意下，开始在临天尝试耕地统计。我现在觉得，只要敢想，没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直到魏琪和孟泽先生一起回来那天，吕子成，你恶不恶心？为什么穿裙子？小爷，我在南边遭了大罪，你都在京城胖成球了。李煜像看傻子一眼看着魏琪。风尘仆仆的孟泽先生三言两语道清前因后果。魏琪呆呆地看看我，又看看李煜，晃着脑袋就往出走。邪门了，这梦做的，吕子成没根了，还怀了李煜的种，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和李煜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绝望。你去说，你去，我不去，让他自己消化吧。全文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